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诚意库存巨大爆发，4部待播剧馋哭观众，横店劳模的演技修罗场。诚意库存巨大爆发，4部待播剧馋哭观众，横店劳模的演技修罗场。2025年的夏天，诚意的粉丝们集体患上了一种新型焦虑症——库存剧等待综合征。4部待播剧《赴山海英雄志》《红腰小狐娘》王权篇《长安24季》向4道满汉全席，光看预告片和路透就让人馋得抓心挠肝。优酷、腾讯、爱奇艺3大平台仿佛在完成一争夺战，观众则疯狂敲碗，快抬上来！我哪部都等不及了。更绝的是，诚意在这4部剧中展现了惊人的角色跨度，从武侠江湖到朝堂权谋，从妖仙练到谍战悬疑，甚至还要在赴山海里一人分饰3角，自己和自己对戏。网友辣评建议诚意直接申请横店劳模奖杯，顺便给演技开个挂。一赴山海，一人分饰3角，诚意的精分是演技巅峰。如果说演员的最高境界是巨抛脸，那诚意在赴山海里直接升级成了巨抛人格。这部改编自温瑞安武侠小说的剧集，让诚意同时饰演萧秋水、李晨舟、萧明明3个性格迥异的角色。侠骨柔情的江湖浪子，背负血海深仇却心怀赤子之心；阴质狠戾的反派霸主，一个眼神就能让人不寒而栗。现代穿越而来的搞笑担当，自带弹幕吐槽技能。路透中，诚意一场3人同框的对手戏，直接封神镜头前他切换角色如呼吸般自然，网友惊呼：这是要自己和自己抢奥斯卡？导演透露，诚意为区分角色设计了不同的小动作，萧秋水握剑时拇指轻抚剑柄，李晨舟习惯用舌尖顶腮，萧明明则总爱挠头傻笑。粉丝调侃：诚意的脑细胞够用吗？建议剧组给他发3份工资。2英雄志，文武双全卢云，诚意的书生与侠客2重奏。如果说赴山海是诚意的精分实验，那英雄志中的卢云则是他文武双全的完美答卷。改编自孙晓同名小说，卢云既是手无缚鸡之力的落魄书生，又是以正17名震江湖的侠客。诚意为角色减重15斤，刻意练习了文人的佝偻姿态和侠客的凌厉剑法。一场雨中贵戏的幕后花絮让粉丝破防，诚意在泥浆中连续拍摄6小时，膝盖淤青仍坚持不用替身。编剧赞叹他演出了卢云的穷酸傲骨，穿破袍子像谪仙，拿烧火棍也能打出名剑风流。更让人期待的是，剧中卢云与杨超越饰演的顾倩熙有一段虐恋，预告片里诚意一滴泪砸在断剑上的镜头，已被封为2025年最痛美学。3红腰小狐娘王权篇，双面王权富贵，从冷血到实到深情男主。国漫 IP 改编的《红腰小狐娘》中，诚意挑战了双面人王权富贵，表面是杀妖不眨眼的道门兵人，内心却藏着对青铜的极致温柔。为贴近2次元形象，诚意首次尝试银发造型，一袭白衣执剑的画面被赞斯曼男本男。导演透露，诚意设计了2套表演体系，杀妖时眼神空洞如傀儡，面对青铜时却连指尖都在颤抖。最绝的是万箭穿心名场面的拍摄，诚意吊威亚悬空3小时，后期特效将他化作人形刺猬，他却笑着说，比起肉体痛，演心碎更难。粉丝哀嚎，这剧怕不是要被10包纸巾才能看。4长安24季，谢怀安的谍战江湖，诚意的脑性男魅力。长安24季是诚意首次尝试谍战题材，他饰演的谢怀安表面是风流倜傥的酒楼老板，实则为朝廷密探，靠智商全程开挂。
剧组曝光了一段程毅快速背诵3页文言台词的幕后视频，其台词功底惊呆网友，这怕不是人形录音机，更觉得是动作戏。谢怀安的武器是一把折扇，程毅专门拜师学习了扇子功，一场扇刃锁喉的戏份行云流水。制片人调侃，程毅拍完这部可以直接去考特工证了。程毅的库存焦虑与观众的幸福烦恼。4部剧，4个极致角色，程毅用巨抛式演技证明了自己不仅是古偶男神，更是全能型演员。观众一边痛呼选择困难症发作，一边卑微请求平台能不能一天播一部，我充3家会员行不行？而程毅本人则在采访中笑称，希望大家别嫌我刷屏。这话凡尔赛的让同行咬牙切齿，毕竟能让人光看预告就上头的演员，除了程毅还有谁？程毅库存巨大爆发，4部待播剧馋哭观众，横店劳模的演技修罗场。2025年的夏天，对于程毅粉丝来说，简直是一场望梅止渴的考验。因为程毅的4部库存剧《富山海英雄志》《红腰小胡娘》《王权篇》《长安24季》接连释出物料，却迟迟未能定档播出。观众每天守着预告片和路透图流口水，戏称自己患上了库存焦虑症。有人调侃，这哪是待播剧啊，简直是4道大餐放在眼前，只能闻香不能入口，太折磨人了。而让人更惊叹的是，程毅在这4部剧中展现出的角色跨度之大，简直就是一场演技修罗场。从江湖浪子到反派霸主，从书生侠客到冷血道士，再到智勇双全的谍战密探，每一个角色都能让观众嗅到爆款的气息。难怪网友喊话，建议颁给程毅一个横店劳模奖杯，再顺便为他开个演技外挂。5富山海，一人分饰3角，经分饰演技震撼全场。改编自温瑞安武侠小说的《富山海》，可谓是程毅演艺生涯的一次大胆挑战。在剧中，他一人分饰3角，侠骨柔情的江湖浪子，外冷内热，阴狠毒辣的反派霸主，眼神极带杀气，穿越而来的现代人，搞笑担当。预告片中3人同框的画面一度引爆热搜。程毅在镜头里切换角色时，自然到几乎让人忘记这是同一个演员。导演透露，他为3个角色分别设计了微小而精准的动作特征，握剑的小动作，习惯性的面部细节，搞笑时的肢体语言，都让角色鲜活立体。粉丝笑称，程毅一个人撑起了3倍收视率，剧组记得给他3份片酬。6英雄志，书生与侠客，文武双全的极致转化。如果说富山海展现了程毅的人格分裂式演技，那么英雄志则是他文武双修的代表作。饰演的卢云，表面是落魄书生，实则是江湖侠客正17。为展现角色的双面性，程毅在开拍前减重15斤，并针对性训练了2种截然不同的肢体姿态，一边是文人的佝偻与清瘦，一边是剑客的凌厉与挺拔。拍摄过程中，他在雨燕泥地里跪拍6小时，膝盖淤青仍坚持不用替身。一滴泪落在断剑上的镜头，被粉丝称为虐恋天花板。有人感叹，程毅演的不是卢云，而是把自己活成了卢云。7红腰小胡娘，王权篇，冷血与深情，2次元中的斯曼男。在国漫 IP 改编剧《红腰小胡娘》中，程毅饰演的王权富贵堪称双面人，一方面是杀妖如麻的冷血道士，另一方面又是对青铜柔情似水的深情男主。为了贴近漫画人物，他首次挑战银发造型，身着白衣仗剑的画面被网友赞为斯曼男本男。导演透露，程毅在处理王权富贵的表演时，特意区分了眼神与动作的层次，杀妖时眼神空洞如傀儡，而在面对青铜时，连手指的颤抖都充满情感张力。
尤其是那场万箭穿心的名场戏，程毅吊威亚3小时，身体被特效化作刺猬，但他笑着说：“真正难的不是疼，而是要演出心碎。”观众直呼：“这剧怕不是要一边看一边哭。”8长安24计，智勇双全的密探，程毅的谍战初体验。在长安24计中，程毅挑战谍战题材。他饰演的谢怀安表面是酒楼老板，实则是潜伏的密探。不同于以往的古装美男角色，这一次他靠智谋和冷静在乱世中周旋。幕后花絮中，程毅一口气背诵3页文言台词，速度与准确度惊呆工作人员。动作戏更是惊艳。谢怀安的武器是一把折扇，他专门拜师学习扇子功，在镜头里挥扇如剑，既潇洒又致命。制片人感慨，程毅这次不只是武打演员，更是把角色的智商和气场演出来了。5. 粉丝的幸福烦恼，4剧待播，选择困难症。随着4部剧的物料释出，粉丝的热情被推向顶点。有网友说，一边喊着等不及，一边又怕播出太多分身乏术。有人甚至笑称要开4个小号，分别追4部剧，防止心疼哪一部。而3大视频平台优酷、腾讯、爱奇艺也因为争夺程毅剧集而备受关注。网友调侃，程毅不仅在剧里是修罗场，在现实市场也是顶流修罗场。9. 程毅的库存现象，劳模背后的努力。程毅被粉丝誉为横店劳模，并不是没有道理。从出道10多年默默耕耘，到凭琉璃莲花楼走红，再到如今手握4大待播剧，他的演艺之路几乎写满了勤奋2字。在接受采访时，他淡然回应，希望大家别嫌我刷屏，我只是希望观众能通过角色看到不一样的我。这句话看似谦虚，却透露出演员最朴素的愿望，用作品说话。傅山海的3重人格，英雄志的文武双全，红腰小胡娘的冷血与深情，长安24计的智勇密探。程毅用4部待播剧告诉观众，他不是单一类型的古偶男神，而是一个不断突破自我的全能演员。等待固然焦灼，但正是因为这样的残酷时刻，才让粉丝更确信，当库存剧一一上线，必将迎来程毅的又一次高光时刻。